嫂子发现养1年的孩子不是亲生的，我劝她将孩子换回来，换了孩子后就觉得亲生的儿子哪都不好，怎么都比不上之前养了1年的孩子。后来侄子被亲妈苛待致死，全家人却将孩子的死归咎到我身上。之前的儿子多么健康，你还我儿子。推搡间我被哥哥推下楼梯，重活一时。在全家人犹豫要不要换回孩子时，我说生恩哪有养恩大，自己养大的孩子才最亲。再睁眼，我又回到了全家人发现孩子被抱错的那天。嫂子周桂月哭着说，小宝我已经养了1年了，怎能让我抛弃他，他比我的命都重要。哥哥赵传家犹豫地问我意见，说话间全家人的目光都投向我，我恍惚的一愣，上一世也是这个场景。其实他们不是不知道答案，只是想要一个人能承担后果。那时我诚实的说出了我的建议，毕竟孩子还小，还没有记忆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还是尽早将孩子换回来。我还记得嫂子听我说完，发狠地看着我，眼底的恨意像是要喷涌而出。最后在众人的劝说下，嫂子终于同意将孩子换回来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被换回的孩子在嫂子的苛待下，不到1年便突发疾病去世。直到死后，嫂子找上门对我大打出手，语气恶毒，这我不得好死，还说如果不是因为我让他换回孩子，他的孩子就不会死。做惯农活的周过月一拳一拳打下来，我实在承受不住，反抗起来。谁知站在一旁的哥哥一把抱住我，禁锢着不让我反抗，只说妹子，你就让你嫂子发泄一下，毕竟当时也是你让嫂子将孩子换回来的，怨何能激发出人最大的潜力。我几乎要被打得失去知觉，只记得后来我哥放开我，失去重心的我从楼梯上滚下来，最后看到的是我妈一脸惊恐的神情。可笑的是，我妈镇定下来的第一反应是让我哥将客厅的监控删除，然后对外宣称我是失足掉下楼摔死的。灵堂上，我妈哭得声嘶力竭，宾客散尽，我妈摸着我的遗照，喃喃自语，楠，别怪妈妈，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，不能再失去儿子了。我没结婚也没孩子，进不了祖坟，只得孤魂一座，还是不带墓碑的那种。想到这，我迎着全家人的目光，缓缓开口，我说身为哪有养人大，当然是自己养大的孩子才最亲。周过月听了很满意，连点点头，不愧是读过书的大学生，真是见识的多，才能理解我为人母的感受。等周过月带着小宝去睡觉，我哥赵传家和我妈赶忙起身，把我拉到一边，俩人的脸色都很难看。楠，妈妈觉得还是将孩子换回来吧，那个孩子才是我们赵家的续脉。我哥点点头，难得复合，亲生的以后才能给我们养老。我静静看着他们表演，既然我还不说话，赵传家给我妈使个眼色。我妈赶忙接过话茬，那你帮妈劝劝你嫂子。妈，小宝咱们都养了1年了，日日夜夜的照料，你们真的舍得吗？我声情并茂的大声质问，连眼眶都配合的红了红。妹子，轻点，别被你嫂子听见。赵传家急得立马伸手捂住了我的嘴。赵传家是方圆10里出了名的怕老婆，连带着我妈也出周桂月，两人自然不敢直接跟他讲。上一时我就成了他们的枪杆子，也让周慧月气很少我。看着面前我一直真心对待的至亲，就当以前的真心都喂了狗。第2天便回城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1个月后，钟国月带领一大家子出现在门口，大包小包，几乎是要将老家的东西都搬过来。嫂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可不想再当冤大头。周慧圆完的演我哥只能开口，妹子，小宝的亲爸妈找上门，我们来你这朵朵。赵传家这么说，周国月不乐意了，什么亲爸妈，我们才是小宝的亲爸妈，他们是来抢我孩子的。越说越癫狂，周围的邻居都探出头来，我只好把他们先迎进来。一进门，周慧月四处打量，妹子，你这房子真不错。看着他难得眼神，我忍不住泛起一阵恶寒。你的房子就是赵家的，每天有空把房子转到你哥名下吧，以后好比小宝当学区房，真是给你脸了。大学电影来，我每年都会给我妈写钱，记得每次她都会说都给我存账，以后好给我当嫁妆。后来买房首付还差1-2万，想让我妈借我点，她死活不肯，找各种借口推脱，我也只好作罢，想着她花了就花了，毕竟本来也是我拿来孝顺她的。结果转头我哥结婚，他妈给了周公约50万彩礼，当时虽然觉得有些膈应，但想着哥哥能结婚也不容易，一家人就不计较那么多了。现在想来觉得之前的自己简直蠢得可笑。我的房子贷款还得还30年，每个月的5000，周过月一天瞬间熄了火，眼珠一转又想到什么，那让我们住总可以吧，把主卧给我和小宝住，听听，说的多么理所当然，想都别想。我冷着脸语气坚定。周慧月脸色一滞，转过头气急败坏的给我妈使颜色，哒哒，就当妈妈求你了，把主卧让出来给你嫂子住。我妈求助的看着我，一脸祈求。在前世，我妈就是用这招，总让我步步退让，小时候给我哥让堂，长大了给我哥让房。更为可怕的是，这种行为像细雨润无声，潜移默化的，让你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，让给他，妈妈就不会伤心，柔弱的刀罪之命，妈，可怕。话说那些人是怎么知道小宝才是他们的亲生孩子？难道有人偷偷告诉他们？我一上一时，要不是我们一家找上门，那边都没发现孩子抱错了。两人脸上心虚和慌乱难以掩饰，我也更加确定他们瞒着周桂月去找了孩子的亲生父母，想把孩子换回来。看着我神色了然，依旧不肯松口。我哥怕我戳穿，只得出来打马虎眼。桂月，毕竟咱们也只是临时注意着，我看了客房也很大，肯定不会委屈你和小宝，场面一度很尴尬。如果愿意看，没人帮他说话，气得直跺脚，红着脸推了把赵传家，只好顺着台阶下，指挥着我妈和赵传家将东西往客房里搬。
连夜的奔波，我妈早已眼底泛青，步履虚浮，但在周桂月的淫威下，只能继续干活，眼神还时不时的瞥向我，满眼可怜，想让我帮她说话，我自时当作没看见，懒洋洋的躺在沙发上玩手机，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，至于为什么让他们留下来，想起前世的种种，送上门的乐子当个笑话未尝不可。又是1个月过去，大手大脚的挥霍，让他们本就不多地继续雪上加霜，便开始来找我借钱。我叹的口气，面露为难，嫂子，你们也知道我每个月要还这么多贷款，还想着你们能借我点。妈，你之前帮我存的钱能不能先取出来给我？2句话说完，对面直接偃旗息鼓，给干沉默了。后来好几次听到我哥让周桂月先把给他的50万材料拿出来救救急，给小宝买点奶粉，水池周围越叉着腰，慢慢咧咧的吵了起来，自己没本事赚钱，居然还敢把主意打到我头上。那些钱是给我弟娶媳妇的，你想都别想 ，buff 储存是点满了。我哥也没学历，2没本事，以前靠我的阶级，在老家倒是能过得不错，到了城里，应聘保安都嫌他长得吓人，一脸凶相，最后无奈起早，他黑的送起外卖，也不知撞了什么狗屎运。周桂月在家拍短视频，小宝长得很可爱，周桂月的账号瞬间吸引不少粉丝，人一多，不少人便开始质疑，以周桂月的长相，怎么可能生出这么可爱的孩子？于是周维月又发了一个视频，并配言，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生死亲生，你比我的命都重要。不明真相的粉丝都以为孩子是领养的，在视频下纷纷留言，博主好善良，虽然人长得一般，但心好美，支持支持。这么可爱的孩子都有人不要，劫帅气宝宝，我也想领养一个这么可爱的宝宝。周慧月被网友吹捧的抖窝起来，对我妈和赵传家也更加颐指气使。只是最可怜还是小宝，不断有商家及关于宝宝的商品，想让周桂月帮他们带货，寄来的产品良莠不齐，周桂月却来者不拒，让他的宝贝儿子一一试用。有次小宝用了一款寄来的润肤乳，起了满脸的红疹，周桂月忙于直播带货，丝毫没有发现，还是有人在视频下留言，周桂月才意识到用的润肤乳可能有问题。想到这，周继月先做的不是带小宝去医院治病，而是发视频咒骂商家害他的宝贝生病。更可笑的是，视频下的评论都是这个妈妈好勇，全爱子之心，我挺她，商家也太过分了，害这么小的宝宝生病，坚决抵制。张家害怕舆论发酵，赔了一大笔钱，2万块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是个天文数字。还记得当时她的嘴脸满面红光，却对我阴阳怪气，多再多数有什么用？我一天就能比你1个月赚得多。拿到钱就出门潇洒了，留下依旧买点红纸的小宝，毕竟孩子是无辜的，我带着去医院。医生诊断只是简单的过敏，和若芙乳没关系。不仅如此，周慧月还总在深夜开直播，打扰孩子睡觉，白天则是让孩子穿试用各种寄来的商品，小宝被折腾的苦不堪言，看到周桂月就会下意识的躲闪，小宝已经开始呀呀谢语，唯独不肯叫妈妈。我妈一个人带孩子，3天2头在我耳边哭诉，周桂月每个当儿媳妇的样，我都是一笑了之，妈儿子儿媳妇都在赚钱，你要知足，一家人计较这么多干什么？前世我妈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家人不必计较那么多，如今我把这句话还给她。当然我也是不计较的，毕竟知道他们的好日子也快要结束了。钟和月和小宝互动的视频下，越来越多人留言，怎么感觉小宝和妈妈不亲近？对呀，小宝看着好像很怕妈妈，小宝不会是被他妈妈虐待了吧？一开始发现这些评论，周围会像是吃个炮仗，在评论区和他们对线。小宝是我日日夜夜照料长大的，没有人能比我更爱他。后来这些评论越来越多，周围越终于发觉小宝和他不亲的事实。只是没等他和小宝重新培养感情，小宝的亲生爸妈带着被抱错孩子找上门，2人是一对教长很好的大学老师，家里是书香世家。我哥一眼就看到了他们怀中被养的白白胖胖，和我哥还有3、4分像的侄子，瞬间红了眼眶，激动的走不动道。我妈则是急得想去抱侄子，孩子被他一碰，哭得直往妈妈怀里钻。我妈无奈心情缩回手叹的口气，只好作罢，嘴里低喃难整，造孽啊！小宝妈妈终于忍着泪望向我，我能看看小宝吗？今天钟哥又不在家，没有折腾小宝，孩子一个人静静躺在床上熟睡，和侄子一对比，小宝明显说了不少，可能是母子间特有的感应。卓玉一靠近他就醒了，睁着大眼睛，好奇的打量眼前久违的妈妈。平时不太亲人的小宝谨慎出手，嘴里含糊不清的说着抱抱，看着我眼角泛酸。小宝的爸妈也早已泪流满面，轸瑜含着泪挤出笑，俯下身准备去抱小宝。周桂月歇斯底里的一声尖叫，打破这温馨的场面。谁敢动我的孩子？周桂月尖叫着冲过来，一把抱起床上的孩子。小宝本就害怕他，被周桂月抱起后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看着孩子小脸哭得通红，小宝爸妈心疼的红脸眼眶，别抱那么紧，孩子会难受的。赵瑜压抑着情绪，我的孩子，你管不着。周桂月抛销输出，你们休想抢走小宝。周桂月一后，原本安安静静在小宝爸爸怀中的侄子，也被吓了一激灵，哭着喊着找妈妈。周瑜赶忙，结果还哄起来。我妈和赵传家看着周瑜怀中的侄子，满眼心疼，但又忌惮着周维玉不敢吱声。钟国又不屑的看了眼侄子，居然还想用这么丑的孩子和我换，我家小宝现在可是网红，想换孩子不可能。小宝爸妈一脸震惊，向来受人尊敬的他们，没想到竟然有人能说出这种话，孩子在周桂月眼中更像物品。我哥当了这么多年忍者神龟，这次终于忍不住了，周桂月，那可是我们的亲生孩子，
没想到周国月嗤笑一声，继续说出亲生的有什么用，不是我养的，能不能长大都是个问题。周继月的话难以入完，周瑜赶忙捂住侄子的耳朵，尽管孩子可能还听不懂。小宝父母怕周慧月再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，只能带着职责悻悻而归。他们走后，周慧月得意地抱着孩子，我的小宝，谁也抢不走你。说完还以为我所指的瞥了我们一眼。在这之后，我妈和赵传家竟再也没提起要换回侄子，他们现在的生活费都指望着周桂月，竟然损成这样，太没意思了。没想到周桂月倒是先发作了，她开始在视频中哭诉，小宝的亲生爸妈找上要孩子，而我妈和赵传家都想将孩子抛弃。之前还有人评论周桂月和小宝不亲，这下评论清一色的开始支持周桂月。我哥受不了周围邻居的支持点点，想让他把视频删了。周慧月直接把我哥打了一顿，还说每个月给你这么多生活费，还不够让你闭嘴吗？自从周慧月开始在网络上诉苦，粉丝数蹭蹭往上涨，广告也越接越多，让他删视频，他自然不肯。我妈哭着求到我面前，娜娜，你就帮妈妈劝劝你嫂子吧，妈现在出门买菜，人家都不愿意卖给我，我只是想要亲孙子有什么错？我妈真是比前世苍老不少，脸上的褶子层层叠叠。妈，你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，你还不懂吗？作为妈妈的好女儿，我自然要帮她出门画策。只是我好像忘了周桂月可是个疯癫女人，我哥开了账号，将小宝的身世娓娓道来，我只是想换回亲生孩子，这也有错吗？只是稿子，自然是我写的，小宝并不是被领养的，是被报错了。这个反转惊呆了一众网友，把支持周桂月的网友一整无语，有人发出了灵魂质问，难道你不想要自己的孩子吗？事情不断发酵，周桂月直接带着小宝失踪了，我们找了一天一夜，依旧没任何消息。再次见到小宝是在周桂月的直播中，周桂月在桥洞下开着直播哭诉，为什么没有人理解她？只可惜她的卖惨受效甚微，小说剧情照进现实，居然还真有人不喜欢自己亲生的。我向之前通过的作者道歉，是我保守了。对呀，之前还骗我们孩子是领养的，拿我们当傻子。1岁的孩子还没有记忆，主播是在自我感动，自私的不想对亲生孩子负责。周桂月看着满屏的评论，都是劝他把孩子换回来，脸色越来越沉，粉丝数不断减少，击碎了周桂月最后的心理防线，声嘶力竭的喊着，你们是想逼我去死吗？说完，抱起孩子拿着手机跨过桥边的围栏，可弹幕却没收脸，有本事就跳啊，我可不信他能跳，还抱着孩子做戏，取关取关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周桂月已经抱着孩子半个身子悬在空中，小宝妈妈一看这场景，面色惨白，吓得差点轰过去，没有半点犹豫，直接跪倒在周慧月面前，我不换孩子了，不换孩子了，求求你别跳。这于思雅的声音小心翼翼传进直播中，那些看戏的网友继续火上浇油，听听，这才是亲妈，劝你早点把孩子还回去，这才是真的为孩子好。主播演的差不多就行了，别手一酸，真把孩子掉下去。周慧月从来就是记不得的主，眼一闭抱着孩子医院下，我一冷跟着跳了下去。周慧月在水中挣扎，早已将孩子放开，小宝小小的身躯逐渐消失在水面。我顺利游过去，抱起孩子举过头顶，听孩子有力的哭声，我松了头气。冬天的水本就寒冷刺骨，衣服穿得多，我的狗刨越来越吃力，身体越来越沉，冰冷的江水快要没过头顶，只能将取消宝的时候努力抬高，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个想法，我只是不想再有个孩子死在他手里。医院醒来，入眼是个剑眉星目的帅哥，鼻梁高挺，浓颜薄唇，长得过分好看，还以为自己到了天堂，有哪不舒服吗？周瑜声音颤抖，眼角通红，一脸关切的紧盯着我。我没事，小宝怎么样？喉咙太久没发声，已经嘶哑的不成样子。小宝没事，多亏你救了他，那就好，我松了口气。那周过月，我记得他不会游泳，居然直接跳下去，这是我没想到的，他可死不了，衣服里还穿着救生衣。一旁帅哥声音也很好听，这是我弟叫卓儿，你和小宝就是他救上来的。记得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，我被人拥入怀中，带来的深的希望，谢谢你，我叫赵昭。只是帅哥的耳朵怎么这么红？周慧月被派出所关了几天就放出来，不过整个人消停不少，不提小宝，也不说他的亲生儿子，还主动提出说要回老家，我自然不会阻拦，难道我能不能先不回老家？我妈之前的亲戚面前吹得很冷，说儿子带着自己到城里享福，住大房子，之下回去不得被人笑话。我哥先急了，妈，你不回去让村里人怎么看我？连自己老娘都养不起，三人又是大包小包，狼狈的回了老家，冬去春来，小宝和侄子都养在竹鱼那，我哥他们不提要回孩子，竹鱼自然也不给。我偶尔去看，两个孩子被养得很好，小宝开朗了许多，只是我总觉得以周过月的性格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。不出所料，有天着急哭着给我打电话说，昭昭，小宝不见了，报警查监控，我哥偷偷抱走了小宝，赵传家还是小宝名义上的监护人，警察也无能为力。我赶回老家，进门就看见小宝一个人坐在地上哇大哭，一见我，周微月抢先一步抱起孩子，妹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周微月笑得很假，满脸的得意过于赤裸。我和你哥可是小宝的监护人，我们不同意谁也抢不走，别以为我不懂法。周桂月的眼底闪过一丝金光，说完只高强的抱着小宝上楼，手掌被我钻得生疼，才发觉前世的那股恨意从未消失。哥，你不是想换回亲生儿子吗？为什么还要偷小宝？我看向一旁瘫在沙发上毫无精气神的赵传家，你不知道自从上次闹了这米楚，咱小宝的热度可高了，成倍的商家找小宝打广告，儿子哪有钱重要？再说你嫂子也原谅我，还给我涨生活费呢。赵传家恬不知耻的说着，
满脸是块油腻的嘴脸，令人作呕。周过月又开始发小宝的视频，那些粉丝却像诗一般继续吹捧周过月。小宝在周过月的折腾下日益沉闷。一开始，周过月还会用吃的哄着小宝，后来还背着我直接动手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周过月抱着小宝突然找到我，类似网友说小宝可能有自闭症，你带孩子去医院看一下。起因是周慧月发的视频中，小宝挥舞着手摆出蝴蝶的形状，再结合小宝沉默寡言的性格，网友们断定小宝是得了自闭症，众口铄金。周慧月慌了，我接过孩子，动了会，孩子就笑得很甜，你怎么不自己带小宝去医院？万一让别人知道我的孩子是个傻子，我不丢死人？看着周慧月快步离去的背影，我暗暗一笑。事实上该结算了，我把小宝送还给卓瑜，卓瑜对于失而出得的孩子格外怜惜。我想带着2个孩子出国，祝瑜眼中一成坚定，这可能就是为母则刚吧。网友说小宝可能是自闭症，我不加掩饰的说着。绝育抱着孩子亲了亲，眼中没有丝毫嫌弃，满是柔情。无论如何，他们都是我的宝贝。我笑了想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其实上一世换回孩子后，我也经常去看小宝，他很可爱，很聪明，甚至可以说是天才。所谓的蝴蝶手，可能是他在模仿窗外的蝴蝶，想要自由自在逃离赵家，就像我一样。等他们出了国，我将小宝的病历发给了之前的任务鲁商家，还将之前周慧月苛待小宝的视频传到网上，并贴心的挨办了他的账号。这下周慧月真的靠自己火了。让人消失的方式有很多种，社会性死亡是最彻底的一种。周慧月被警察带走了，之前被他诈骗的商家报的警，2万块应该够他在里面待好几年。原以为事情到这就差不多了，不愧是和颠婆睡同一个被窝的人。下班回家，门锁被撬，客厅一片狼藉，能翻的都被翻了个遍。我心下一惊，刚想报警，娜娜回来了呀，妈妈来看你了。我妈从我卧室出来，诡异的看着我，你怎么来了？看我要撬锁，经历了2事，直觉着处处透露着怪异。楠楠，你哥被催债的人赶着到处跑，你就不能帮帮他们？周慧月被关进去，当初和他合作的商家都来找赵传家要违约金，之前他们就打电话来找我借钱，我当然不可能借给他们，我没钱。我冷着点淡淡开口，我妈看着我的眼神突变，凶狠的让我有些不认识，身后一棒重击，失去意识前听到我哥力气十足的说，妈，你跟他磨磨唧唧说这么多干什么？脑袋酸的将我疼醒，我被绑在椅子上，绳子缠得很紧，被自己蠢到，活了2辈子，居然还能上他们俩的当。我嗤笑一声，眼角好像滑落了什么，滚进嘴巴有点涩。2人一讲我家发了个电，坐在沙发上，很失落。这年头我一个人住，怎么可能会把贵重东西放家里？蠢，太蠢了。我忍不住笑出声。他们见我醒了，凑到我跟前，那你就帮你哥把债清了吧，妈知道你有钱。我妈低声下气的求着我，我冷冷瞥了眼我妈，转头看向我哥，这么大网，还要你妈给你擦屁股？我呸！我眼中的敌意刺激到了我这个极好面子的哥哥，我哥抄起手边的棍子做时又要打我，我妈也把难住了他。这是你妹，别动都不动就动手。造船家晃荡的棒子又坐回沙发上，楠楠，别怪你哥，把这个签了，我就让你哥放了呢。不用猜，就是想要我亲自把我哥的债认下，只要签了，你嫂子的事我们也不怪你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我妈循循善诱，想给白雪公主毒苹果的老巫婆，嘴角的笑含着毒。妈，你觉得我就这么像冤大头吗？我感觉自己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忍俊不禁。嗨嗨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说完，给我哥使了眼神。我哥又拿着棒子走过来，棒子贴在瓷砖上，发出难听的声音。我哥挥舞起棒子，甩下了最后一刻。哦，他被踢飞了，足足有3-4米远，主要来得很快，喘得粗气，不过依旧是个帅小伙。糟糕，有点心动怎么办？我妈尖叫着去扶，地上东西太乱，我妈直接摔在了赵传家身上，只听见赵传家的一声哀嚎昏了过去。传家，你别像妈妈！我妈哭得惊天动地，还不忘恶狠狠地指向我。都怪你这个赔强货，要是我儿子有什么事，我不会放过你，他会不会放过我，我不知道，但警察不会放过他们。这下好了，我妈能进去继续照顾周过月，我哥也不用愁生活费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也早已搬离原来的城市。多年之后只听说我哥和周过月出来了，还在一起，想再生一个结果，不知是因为年龄大了，还是什么原因，一直没有成。就想找之前被报错的侄子，还在网上发了寻亲启事，颠倒黑白，获得一大波同情。都说互联网没有记忆，我就贴心的重新剪辑了之前的视频，吃瓜群众表示看得很上头。后来再听说，我哥因为受不了周过月日夜夜的嫌弃，失手把周过月推下楼，5个2进宫。我妈没钱，周过月心心渐渐的娘家人没一个管她，瘫在病床上，连止痛药的钱都没有，疼得受不了，硬生生挣扎着自己拔氧气管，还恨咽气。至于我妈，没了我哥就没来生活的希望，气得脑梗，变成了跛脚老太太。不过我还是贴心的每个月给她打钱，这毕竟也是我的义务，钱不多，照着法定的赡养费几百块，我想我妈也不会嫌弃。舅妈，快来和我们玩，就先讲到这了，小宝叫我呢。番外，周桂月，我叫周桂月，也可以叫我周桂元。记得养父带我回家时，养母已经生下了弟弟，养母抱着弟弟问养父花了多少钱买我。当养父说出1000块时，养母鼻子看了我一眼，说一个丫头片子也要这么多。只是一瞬，脸上的不屑消失不见，满脸温柔的看向我，丫头，这是弟弟，你以后可要好好照顾他。原来养母生弟弟时难产伤了身子，再也生不了孩子，也干不了中活。养母给我取了个新名字，叫周桂月，桂月桂圆，是想让我记住养父花的大价钱把我买来，叫我不要再念亲生父母。
我惹他不高兴要打，没照顾好弟弟要打，家里的小羊叫合理了，挨打的也是我，在这养母不会打我，只会温温柔柔的叫我帮他照顾弟弟。长大后，我和很多男人相过亲，我不明白，当我提出50万彩礼，要给弟弟买房时，那些男人避之不及的脸色。姐姐照顾弟弟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后来我遇到了赵传家，50万彩礼，他没有拒绝，我想他肯定是个好人，于是我嫁给了他。赵传家有个妹妹叫赵昭，是个名牌大学生，但不常回家，他能读上大学，肯定花了赵家不少钱。我叫赵传家从他妹妹那把钱要回来，他只说赵当年读书的钱都是自己挣的，没花家里的钱。我有一瞬间恍惚，当年我也考上高中，养母说家里没多余的钱，如果我去上高中，弟弟就读不了书，自然要先请个弟弟，原来靠自己也能读书，也能去城里。我承认我是嫉妒昭的，凭什么她也是一个女孩子，就能靠自己在城里过好日子？后来我生了晚儿子，我很高兴，日日夜夜的照顾了1年，我甘之如饴，只是刚满1年，却发现我捧捧在手心里疼的孩子是被抱错的，那一刻我是不甘的。如果化回孩子，我这1年的付出都会化为乌有。养母说过生哪有养大，对呀，自己生的哪有自己养大的好？我不愿换回孩子，只是后来发生了很多事，我一个孩子都没有了。弥留之际，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叫我妈妈，他质问我为什么要害死他。我很害怕，灵魂像是要被拖入深渊，最后只听见远处传来一声：妈妈做错事的人是要受罚的，全都完结。